这个翘首企盼登上飞机回家的小女孩是玛丽·普利维特，当时12岁。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戴爱美，和哥哥一起被关在潍县集中营3年。也和在中国传教的父母分离了5年半。戴爱美的曾祖父戴德生是位英国传教士，在中国传教51年，影响非常大。此后4代人仍在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戴爱美出生在河南开封，她父母在开封一家教会学校教书。日本侵华后，本来已经买好回美国的船票，但她父亲认为上帝不只是让我在顺境中传教，他要求我们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完成传教的使命。于是将4个孩子送到山东的知府学校。因为是所国际学校，觉得应该更安全。珍珠港事件后第2天，日军就占领了学校。事隔43年后，1985年，戴爱美在波士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1942年11月，日本士兵身穿橄榄色的军服，挥着刺刀出现在学校门口，让我们排着队前往第1处集中营。这和摩西带领人们前往应许之地不同。身穿各色衣服的传教士的孩子们，在学校老师带领下，唱着圣经中诗篇的诗歌：天父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我们不惧怕，向前走着。戴爱美这篇题为《忘却的日本集中营里的记忆》一文中，还回忆了孩子们在潍县集中营艰难的日子。鸭子小组行动那天，戴爱美正闹肚子躺在床上，人们的欢呼声像一剂药，神奇地治好了疼痛，让她加入到欢迎的队伍里。这一天让她终生难忘。鸭子小组的7位成员也成了孩子们的英雄，他们索要签名和纪念物，并一直保留。戴爱美回到美国后，完成了学业并成家立业，先后做过中学老师，然后在新泽西一所青少年管理所任职20年。管理所是针对一些有问题的青少年的监管机构。任监管的戴爱美不失以自己被囚禁的感受，理解和帮助所里的孩子，成了一名优秀的监管人员，也成为新泽西第1位出任青少年监管协会的女主席。1998年起，戴爱美竞选担任了新泽西议员，主要关注青少年法律和儿童妇女问题。1997年，戴爱美出席一次竞选议员的晚会，组织者是2战参加过中缅抗日的退伍老兵。戴爱美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并一一说出鸭子行动小组成员的名字。然后她抱着一丝希望问：今晚有我的英雄在这里吗？会场一片沉默，会后很多人围上来索要名字。过了几天，一位马里兰的老兵给戴爱美寄来了一封很厚的信。这位老兵用电脑将鸭子行动组人员的名单做了检索，打印出所有匹配的名字的地址和电话。戴爱美开始按地址寄出一些询问的信，有的石沉大海，有的回信告知不是他们要找的人，并在末尾写道：上帝保佑你能找到他们。1997年9月的一天，一位女士看到退伍军人杂志上的消息，打电话给戴爱美，告诉她自己曾在缅甸做护士，所以能看到杂志。神奇的是，自己在滨州的姐姐和鸭子行动组的医生雷蒙德·汉楚拉克是邻居。戴爱美于是按提供的电话打到雷蒙德家，接电话的是雷蒙德的太太。戴爱美激动地说：雷蒙德曾经从日本集中营解救了1500名盟军侨民，我想说谢谢。电话里的女士低声回答：我的雷蒙德去年去世了。接着雷蒙德太太询问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她告诉戴爱美，雷蒙德后来一直在中央情报局工作，不多说话是对他们的要求，自己一直不知道丈夫在潍县的这段经历。雷蒙德的过世让戴爱美加快了寻找行动。在名单中找到的第2位队员是报务员彼得·奥里奇，不过彼得也过世了。彼得的太太告诉戴爱美，彼得曾跟他说过潍县行动，彼得是自愿参加的。为了不让戴眼镜成为被淘汰的理由，他还藏起了自己的眼镜，背下了视力表过关。潍县跳伞时，
彼得把眼镜用胶布粘在头上。彼得太太还给戴爱美寄来了一份礼物，是彼得珍藏的一片降落伞布片，上面有鸭子小组7位队员的签名。这份珍贵的礼物是当年鸭子小组青岛告别侨民时，一位集中营的女士制作送给彼得的。今天找到的2位英雄都已不在，没有让戴爱美停止继续寻找。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戴爱美按名单的信息打电话到内布拉斯加的小镇阿莱恩斯，转机出现了。得知接电话的正是当年的日语翻译泰德长木后，戴爱美非常激动，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大堆小孩跟着你们吗？长木回答：当然，当时自己感觉被捧上了天。2人通话聊了1个多小时。长木说他和另一位队员吉姆·摩尔一直保持联系。摩尔在德州达拉斯。戴爱美当即松了口气，因为在他的名单上有150个叫吉姆·摩尔的人。联系到摩尔后，戴爱美才知道摩尔是他的师兄，也是来华传教士的孩子，曾经就读知府学校，毕业后回到美国，在联邦调查局 FBI 工作，而且成家有2个孩子。战争打响后，摩尔的工作是保证国内安全，不必入伍上战场。但他从支部学校校友通讯录上看到学校被日军占领，也有很多同学参军的消息，于是决定加入海军。因为会说中文，来到中国战场，也参加了解救潍县集中营的行动。这是1998年5月，摩尔应邀到新泽西议会和戴爱美重聚的场面。事隔半个世纪，当年的战士和小姑娘都已头发花白。接下来，在曾是职业特工摩尔的帮助下，很快找到了在内华达州的队长斯塔格。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在斯塔格81岁生日那天，戴爱美飞到内华达，祝他生日快乐。不久，摩尔又找到了在加州的吉姆·汉龙。戴爱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，没想到这些老兵都离得这么远，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提起他们的事迹。没找到一位鸭子行动组的队员，戴爱美就给队员所在地的新闻机构打电话，告诉编辑，你们镇有位英雄。最终，戴爱美用3个多月的时间找到了名单中的6位队员，剩下的最后一位是中文翻译王成汉，而得到王成汉的消息是在15年以后了。2015年3月29日，星期天，82岁的戴爱美打开电脑查看邮件，一封邮件的主题立刻吸引了他：我是安迪王，王成汉的孙子。戴爱美迫不及待地打开邮件，邮件是王成汉的孙子王谦写来的。王谦当时正在美国留学，出国前，王成汉曾让孙子帮助寻找鸭子小组的队长斯塔格，王谦也答应了。到美国后，因为事情很多，王谦暂时忘记了找人的承诺。一天，王谦看到一则飞虎队的报道，想起祖父的事情，也开始寻找。通过网上的各种信息，王谦找到了戴爱美，立刻写了封邮件，告诉戴爱美，祖父今年90岁，仍然健康。祖父曾给他讲过潍县集中营的事情。戴爱美寻找的安迪王，应该就是自己的祖父。得知自己寻找的最后一位英雄有了消息，戴爱美非常兴奋。为了确定正是要找的人，他列了16个问题，和在贵阳的王成汉通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。戴爱美惊讶地发现，90岁高龄的王成汉仍然思维清晰，英语流畅，每个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答案。话筒对面正是寻找名单中的最后一位英雄。在一份王成汉自己写的故事中，了解了老人的一生。1943年，18岁的王成汉考入了四川大学物理系。第2年，他决定从军抗日，加入了国军，在重庆学习通讯。因为英语基础好，又被选到翻译培训组。1945年4月，接受派遣到昆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行动组，担任美军与抗日游击队的联络翻译。在行动组，王成汉接受了各种训练，
包括使用轻重武器、爆破和地面的模拟跳伞。然后参加了鸭子行动组。那天他带了一支汤姆逊冲锋枪和一把史密斯威森的左轮手枪。跳伞时排在第5个，站在机场门口还有点犹豫，后面的人轻轻推了他一把，还好安全降落在高粱地里。接管集中营后，王成汉的主要工作是登记侨民的详细资料。鸭子行动也是王成汉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。返回营地后不久，便离开军队，重新回到四川大学读书。毕业后，先做了中学教师，教数学和物理。1949年，重新分配到沈阳一家冶金厂做空气净化技术工作。1965年，调到贵州冶金工程研究院。1970年，因为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，被怀疑是美国特务，在拘留所关押了3年。1976年，重新回到了贵州冶金研究院，后来担任了高级工程师。1981年，借一次在济南开会的机会，王成汉曾重返潍县集中营，不过也是物是人非，感慨很多。1990年，王成汉退休，安享晚年。2015年，戴爱美终于找到了王成汉。2016年7月27日，戴爱美和侄子从新泽西来到贵阳王成汉家中团聚。戴爱美还带来了18封当年侨民的感谢信，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和驻华大使的感谢信。这是戴爱美在王成汉家时隔71年后再次相会。在潍县博物馆，我看到了王成汉老人整理的一些材料。如果老人还健在，应该是100岁年纪。2019年11月，87岁的戴爱美去世。如果没有他的多方寻找，很多英雄的故事也不再被人知道。达克也觉得花些时间做这样的视频也很值得。